DeepSeek 团队也做了消融实验的对比，发现语言一致性的这个奖励引入之后，会略微降低模型的性能。DeepSeek R1 训练过程就是4个步骤，首先用监督学习进行冷启动，然后进行 RL 的强化学习，再用增强版的训练资料对 V3 的基础模型重新做监督学习，然后再用增强版的强化学习。具体每个步骤大概就做了这么一些事。监督学习冷启动就是提前准备好数千个推理数据，先对 DeepSeek V3 这个基础版本进行微调。这些推理数据来源呢，主要有2个渠道。第一个就是用长思维链的示例，让 DeepSeek V3 的模型直接生成相应的数据。第二个呢，不是已经训练出来 R10 嘛？那从它的输出结果中找一些可读性比较好的，然后人工进行标注修改，把它变成有效数据。两者共同组合起来，一共准备了数千条。在这一步骤进行的是监督学习，所以这个推理数据每一步每一个文字输出都是有标准答案的，拿这个标准答案去训练这个模型。讲到这，可能有的小伙伴会有疑惑，这一个标准答案好像在做那个强化学习的时候也有答案，这2个有什么区别？ SFT 的这个监督学习所谓的答案，它是指每一个文字的生成它有对应的正确输出。比如说刚刚之前举的例子 UP 主讲的真好，这最后一个字就一定是好，不能是其他。 RL 强化学习的这个答案是指我问了一个数学题，这个数学题我们是有最终的结果，也就是这个数学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80，但是模型生成这个结果的时候，它不是只生成最后一个80的这个数字，它会有一步步的这个回答过程。这回答过程中的每一个字，我们没有规定它一定要生成什么样的，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，不是告诉了模型说你这里必须生成这么一个字。而 SFT 的这个监督学习，每一个字都告诉你你必须生成这个字。冷启动阶段准备的数千个推理数据，就是规定了每一个文字应该生成什么，拿这个去微调这个模型。把 V3 进行了这样的微调，接下来就跟 R10 的训练是一样的，用准备好的这个问题集问它，对比它的这个输出结果。跟 R10 训练中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增加了一个新的奖励打分规则，叫语言一致性。这是因为在 R10 的过程中就发现模型经常输出多语言的答案，所以加上它来保证模型输出的语言是统一的。它的计算方式也很简单，就是模型输出的目标语言在整个推理过程中占的比例。比如说它推理过程总共有100个字，中文是我们想要的推理语言，它只有20个中文，剩下的都是用的那个英文，20除以100给它得到这么多分。 DeepSeek 的团队也做了消融实验的对比，发现语言一致性的这个奖励引入之后，会略微降低模型的性能，和人类偏好对齐，会让整个输出结果更有可读性。这点非常重要，因为最终这个产品是给人使用的工具。基于规则进行打分奖励的规则有3条，一条是格式奖励，一条是语言一致性奖励，一条是正确率奖励。经过前2个步骤之后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具有比较强推理能力的模型。这部分内容就先介绍到这，想了解更多 DeepSeek 的技术细节，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。我是野生 AI 产品，陪你一起成长。